嗨，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赌球。注意，本视频涉及赌球案例与行业分析，旨在科普，请务必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非法博彩，保护好自己的财产与安全。赌球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你看新闻里头，经常跟犯罪、洗钱、操控比赛、高利贷等等联系在一起。2018年世界杯期间，北京警方查出一特大网络赌球犯罪团伙，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6名，涉赌流水资金超过3.2亿元。2025年，土耳其爆出重大裁判赌球案，他联赛当中571名裁判当中，有371人涉嫌操纵比赛。2015年，北美跨国犯罪集团 O-Dog Enterprise 被 FBI 端掉，创始人 Owen Hansen 涉及体育博彩、毒品走私、洗钱等，被判处225个月的有期徒刑。你看看，类似的案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而这些呢，其实都是全球体育博彩行业的冰山一角。据估算，2024年全球体育博彩行业的总下注额超过了1.5万亿美元，智能手机市场已经够大了吧？是它的3倍。哇哦！赌球是不是一听就感觉是违法的，跟洗钱感觉差不多？其实咱们今天要聊的呢，确切来说是体育博彩。这个是不是一听就好多了？这里头呢有线上的、线下的，有赌球、有赌马、有赌场、博彩平台，也包括体育彩票。其实吧，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有一些合法的渠道去允许体育博彩。你就比如说美国，2018年之前，全国范围除了拉斯维加斯，几乎是全面禁止。当时 NFL 也是非常抵制赌球的，说它就是美式橄榄球最大的威胁，我们一定要警惕。可现在呢，你就看看美国那个橄榄球比赛的转播，都是各种博彩的广告，滚动的赔率满天飞。英超联赛就更夸张了，20支球队里边有超过一半主赞助商都是体育博彩公司。干嘛？体育博彩这个产业可以说是横跨黑白两道，却又如此的庞大。咱们今天就来一口气聊聊这个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产业——体育博彩。首先咱们先简单的、非常宏观的来看看全球体育博彩市场它的规模和分布。我们就以足球市场为例，全球最赚钱的足球俱乐部是谁？是皇家马德里，它是唯一一个突破了10亿欧元营收大关的俱乐部。24到25赛季，它的营收是11.85亿欧元，也就是13.7亿美元。而欧洲5大联赛里边最赚钱的是英超。它所有的俱乐部总共每年的营收大概是85亿美元。如果说你把欧洲所有的足球联赛营收都加起来，大概是450亿美元。而博彩呢，据估算全球所有跟足球相关的博彩市场，光庄家平台的营收加起来就高达750亿美元，大家的下注额大概是8000亿美元。就这些所有踢球的、玩球的这些所谓实体玩家，他们赚的钱的总和还不到这背后下注赌他们输赢的一个零头。你发现没有？这个跟金融市场其实很像。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这个衍生品市场的大小是要数10倍于本体实体市场的大小。你比如说黄金期货、原油期货、股票期货，这些期货市场的大小都要比真正的黄金、股票、原油的市场要大得多。2024年全球体育博彩的总投注额，据估算高达1.5万亿到2万亿美元。因为这里头其实是有大量的灰色地下产业，所以这是个大致的估算。那这里头赌什么的最多呢？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足球，占到了大概35%到50%。要么怎么号称它是世界第一运动呢？至少从博彩的角度来讲，它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运动。你看，然后比较主要的包括篮球、赛马、美式橄榄球、板球也挺多的，主要是印度、澳大利亚、巴基斯坦。这个我也没看过，没想到还这么多人赌。然后地域分布呢，有大概2/3其实都是在亚洲，也就是说，光亚洲的体育博彩的盘子就超过了每年1万亿美元。不过呢，对于亚洲来说，它绝大多数都是地下的、非法的，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聊到。再往后呢，就是欧洲、美国，这俩相对合法的比例会高一些。你看，咱们刚才也说了，体育博彩它发展到现在，背后赌局的大小已经远大于这个赛事本身的营收。这一方面呢，是显示出来大家对于赌球、对于体育博彩的热爱，感觉就像写进 DNA 里的一样，全球人民都爱。但另一方面呢，它其实非常容易出现问题。你看博彩市场，既然它这么赚钱，那一些大玩家、大庄家，他只需要花一个零头去影响一下比赛的走向，或者是拿到实体比赛相关的一些内幕消息，就有可能赚得巨额的回报。虽然这个事儿肯定不合法，但是只要这个回报率够高、够陡峭，就还是会有人去铤而走险，他就有激励去尝试操控比赛。就比如说板球界，它是投注额非常高的，也是操控比赛的一个重灾区。2007年板球世界杯的时候，巴基斯坦队意外的输给了爱尔兰队，被淘汰出局，爆了个大冷。And there it is. Trent Johnson has hit the winning run. 之前呢，就一直有小道消息说巴基斯坦他在打假球，而就在他被淘汰的第2天，巴基斯坦队的主教练鲍勃·沃尔默被发现死在了酒店的房间里。最开始呢，报道说他死于心脏病的发作，但是后来的调查就发现他是在浴室里倒下，并且颈部有软组织损伤，大概率死于窒息。也就是说，鲍勃·沃尔默是被勒死的。
据传说哈，他是因为掌握了巴基斯坦队打假球的证据，收集到了球员跟黑帮的通话记录，怀疑自己的球员故意打假球，还正在写一本书要揭露反球赌球的问题，最终被赌球集团很有可能是意大利的黑手党给灭口了。这都是传闻哈，不保准。这个操控比赛的英文叫做 match fixing， 我感觉这个其实还挺有歧义的。你看哈 ，fixing 它不是修理的意思吗？所以我本来以为它是一个什么修理比赛的意思，但后来哈，我发现它是一个固定搭配 ，fix 在这里头是固定的意思，所以 match fixing 就是在比赛还没开始呢，这个结果我就已经给它固定下来了，那不就是操纵比赛吗？哇哦！来，我来给你说一个号称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激进的假球集团之一的事儿。2011年2月，一个不知名的新加坡人走进了芬兰一个小城的警察局，说要举报另一个新加坡人，叫 Wilson Raj 佩鲁马尔，说他正在用假护照，你们赶紧去查查。说完他就走了，没有留下任何信息。之后呢，芬兰的警方就联合着国际刑警，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个佩鲁马尔，发现他确实在用假护照。但更关键的是，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这个警方惊讶地发现，佩鲁马尔是抓到有史以来欧洲操纵比赛最大者。在他的电脑通讯录里边就发现了全球超过50个联赛的关键人物，不是50个人哈，是50个联赛，包括像裁判、球员、教练等等这些人的联系方式。这个佩鲁马尔之前90年代的时候就因为操纵比赛在新加坡进过2次监狱，之后出来就跑到了欧洲，人也不老实。据他自己交代，他总共操纵了80到100场的足球比赛，包括南非世界杯的预选赛、女足世界杯、奥运会等等。有一次2000年的时候，他在一个酒吧里边偷偷拿着一个棒球棒攻击打了一个球员，为了削弱他之后比赛里的竞争力，也是够简单粗暴的。当然了，这种操纵比赛他也不是说100%就能成功。你想，足球是11个人的运动，你光贿赂1-2个人也不一定管用，所以据他说成功率大概在70%到80%左右。这里头贿赂谁最管用呢？就是门将跟裁判。你想想哈，你要是贿赂一个前锋，你撑死了就是告诉他你别进球。很多前锋他本来也不一定能进球，所以他对结果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强。但你要是贿赂门将，对吧？他手一滑，一不小心摔一跤，一失误，这个本身也很常见，就输了个球。况且呢，一般门将的工资也不如前锋高，就相对更好贿赂。裁判也一样嘛，对吧？你判个点球，这就相当于送对方一个球了。所以这2个裁判和门将一般是贿赂的重灾区。这还没完哈，之后呢，警察又顺藤摸瓜抓出来了一条更大的鱼。因为当时这个佩鲁马尔不是被一个神秘人举报才被抓了吗？他觉得他就是被他的前老板给陷害了，他就跟这个芬兰警方说了，说警察同志，我有重要的线索，我就是个前面小打小闹的一个操盘手，而在我背后有一条更大的鱼，你们想不想抓他？他就是我的前老板，也是个新加坡人，叫丹探陈学荣，你们赶紧去抓他，那边更有好东西。这个陈学荣呢，他是类似于掌控了一个很多佩鲁马尔的一个操纵网络，主要呢是去通过操纵一甲、一乙、一丙来获利。我给你简单举个例子，咱看他是怎么干的。2011年5月，有一场意甲比赛是拉齐奥对阵莱切，陈学荣呢就跟他的团伙，他手下的小朋友们一起花了60万欧元贿赂了一些球员，具体贿赂了谁咱不知道。同时呢，他在亚洲的博彩网站下注，就用很多的小号分散下注，每注呢可能就不到100欧元，避开了监控的风险，但是总共下注了超过200万欧元。他赌什么呢？就是赌这场比赛的进球总数会大于等于4个，也叫赌大球。当时的赔率大概是4倍。这比赛结果可想而知啊。拉齐奥4-2战胜了莱切，总共进球6个，陈学荣轻轻松松就赚了600万欧元，刨掉贿赂用的60万，还剩下500多万。这就是个小例子了哈，你可以 get 一下他的手法。他大约平均每场假球都需要花20万欧元去打点球员、裁判。最终，新加坡警方在2013年的时候抓捕了陈学荣，拘留了他6年，2019年获释。这个假球吧，其实很多吃瓜群众都还挺喜欢阴谋论的，就恨不得地下赌球的那些庄家操控着全世界的比赛，世界杯决赛都是假球。其实啊，我跟你说，一般操纵比赛的都是一些小庄家、小玩家，这些大庄家他们是没有太多精力去操纵比赛的。你看咱们刚才说的佩鲁马尔、陈学荣，这都已经是操纵比赛里边非常大的团伙了。他一个赌局也就是100万美元这个数量级的，再加上操纵比赛风险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那些大庄家、大玩家就不太看得上。甚至你可以说，这些大庄家他们反倒是希望比赛可以非常公平，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人进来玩、参与进来，他们才能有更大的收益。当然，有一些地下庄家哈，他们除了赌球本身，还有更大的收入来源，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讲到。总体来说呢，我不敢说太绝对哈。近10年来，各大那种顶级的比赛当中，操纵比赛、假球其实已经非常少见了。重灾区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些低级别的联赛、友谊赛，你像土耳其、匈牙利、希腊，他们的联赛最近几年都出现过大规模的假球。
好，下面呢，咱们来简单看一下常见的博彩方式有哪些，合法的博彩公司它是怎么样在中间抽水赚钱的。这部分可能会有一些算术的部分，如果你一听算术就犯困，或者对这个怎么玩已经非常了解了，可以直接跳到这个时间点。首先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固定赔率。打个比方哈，我小林跟德约科维奇打网球，我的赔率是2.9，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压100块钱赌我赢，要是我真赢了，你就拿回去290，相当于净赚190。我要是输了，你就1分钱拿不到，亏100，好理解哈。这个2.9、1.4叫小数赔率，一般大部分欧洲的地区、亚洲的地区都是用这个表达方式，而美国呢就习惯用加150减110这种写法，英国呢就习惯用分数，反正各个地方它会有自己习惯的表达方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赔率表达的都是你下注的潜在回报率。哎，下面咱们稍微来点数学哈，你看刚才我跟小德的赔率是这样的，那我的胜率是多少？隐含的就是1比2.9等于34.5%，所以你看这个小德还是挺厉害的嘛，毕竟人家是男子组，我打不过他也正常。臭不要脸！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就如果你是一个理性人，并不是说你觉得小德的胜率大于50%，谁胜率超过50%你就压谁，而是你得去看这个赔率，只要你觉得我小林获胜的概率大于34.5%，你就可以压我。臭不要！哎，这还没完哈，咱继续往下思考。你看刚才我的胜率是34.5%，小德的胜率是71.4%，这俩加起来明显已经超过100%了。为什么呢？这就要说到博彩公司它赚钱的逻辑了，就是它会在中间加水钱。这个加水钱它是什么意思呢？我先带你来看看这个赔率是怎么定的，还挺好玩的。还是刚才那个例子哈，我跟小德打比赛，有一个人他叫老林，他压了100块钱赌我赢，还有一个人呢叫老德，他压了200块钱赌小德赢。那这个时候庄家它的一个均衡赔率，就是庄家不抽水的情况下，赔率怎么定呢？你看现在一共是有300块钱，如果我赢了，这个老林他就应该拿300块钱，他投了100嘛，所以他的赔率庄家就可以把它设置在3.0。类似的，如果小德赢了，老德拿到300，他不投了200嘛，他的赔率就可以设置在1.5。你看这种情况下哈，虽然老林和老德都是在跟庄家对赌，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不管谁赢，庄家他都是不赚不亏的。这个赔率就是理论上的一个均衡赔率，庄家不赚钱的赔率，它不是拍脑袋决定的。但你想，庄家他也不是慈善机构，是需要在这里边抽水的，所以他就会在刚才那个均衡赔率上，两个人都往下调一点，比如说把我小林的赔率调到2.9，把小德的赔率调到1.4，这样一来，你看不管谁赢，庄家都会赚一点钱。这个其实也是最正规的体育博彩庄家的盈利方式。其实不管赌的是什么，你是赌胜平负、赌亚洲盘口、赌大小球等等，差不多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就这个理论上，庄家他是不亏的。当然，实际情况呢，有的时候庄家他盘子不够大，他缺乏足够多下注的玩家，或者这个庄家他自己有一些想法，或者有一些内幕消息，他就会通过调这个赔率去给自己留一些风险敞口。但总的来说呢，这个庄家他其实不是玩家的对立面，他更像是一个中介，他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更多人来玩，他能拿更多的中介费，就是从中间抽的这个水钱。但是，我又要话锋一转了哈，咱们再来一个思考题。如果我非让你选一个，你说庄家他通常是希望这个爆冷的球队获胜呢，还是希望热门的球队获胜呢？答案是爆冷对庄家通常更有利，因为通常情况下哈，你想这些热门球队，他的粉丝多，人气旺，就会有更多人，他可能本来不知道谁会赢，他会倾向于非理性的去压住热门球队赢，导致市场在均衡赔率下，这个热门球队隐含的获胜概率是要大于他实际客观情况下获胜的概率，所以庄家呢，他就会稍微调整一下这些球队的赔率，具体调整我就不展开分析了哈，但最后的结论就是，如果冷门球队获胜，庄家他通常会赚得更多，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庄家他会更希望爆冷。其实这个固定赔率还出现了各种五花八门的玩法，那底层逻辑差不多都是这样。比如说亚洲非常流行的一个玩法叫亚洲盘口，就是说强队会让弱队一个球半个球再开盘，还有那种实时盘，就是说比赛已经开始了，大家还是可以拿起手机实时下注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还有那种可以一连赌好几场比赛结果的叫串关 parlay。 这个串关哈，因为你连猜好几场赢的概率要小得多，所以它一般那个赔率看起来都非常诱人，经常可以达到几百甚至上千，所以你可能会听说那种非常传奇的赌球新闻，就跟中彩票了似的。你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55岁的德国男子，他就同时压中了3场比赛，不光是压中了胜平负，他是连比分都压中，而且这3场比赛的结果有2场都出现了非常离谱的大比分，尤其是巴萨那场6比1打赢了巴黎圣日耳曼，这谁敢想？所以最终这个55岁的赌球朋友就以1.58欧元的赌注赢下了99540欧元，估计他都乐疯了。当然你别看这个串关的方式，玩家可能会赢得巨额的回报，但通常我跟你说，这个博彩公司在这种玩法下，它的抽水是更多的。咱看博彩公司一般会抽多少水？
对于那种最常规的盘子，比如说赌胜平负，因为它实在是太普通了，所以博彩公司的利润率相对来讲也会低一些，一般是在3%到5%。也就是说，你押注100块钱，博彩公司会抽3块钱到5块钱。然后再稍微复杂一点的呢，这个抽水就会上升到10%左右。然后呢，像刚才我们说的实时盘、串关 parlay 这种，博彩公司的利润率就可能高达25%到30%。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越复杂、不确定性越高的项目，通常博彩公司在中间的利润率也越高。你发现没有哈？这个其实也跟金融行业有点像。咱们之前总结过，金融圈它也有奥卡姆剃刀原理。越复杂的产品，你听着可能感觉非常诱人，但通常金融公司在这里头收取的手续费其实是会指数级增长。体育博彩也很类似。咱刚才说的都是固定赔率，这个其实也是像足球、篮球、橄榄球里边比较常见的方式。还有一种很流行的方式叫合池下注，就是合在一个池子里头下注，这种一般常见在赛马、赛狗的领域。你比如说10匹马比赛，大家就可以把钱压在你支持的这个马上，最后就会形成一个大的资金池，然后赛后通过这个池子和你压的这个数去分奖金。这种模式呢，它有2个比较主要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你的赔率其实是不确定的，你最后能拿多少钱，完全取决于这个池子有多少钱，它是在实时变动。第二呢，它就变成了完全是玩家之间的对赌，因为庄家他最后就在这个大池子里抽一个手续费，然后剩下的钱去给玩家分，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亏的。现在几乎所有的赛马都是这种合池下注的方式。不管是哪一种下注方式，这个博彩公司他要想在里头赚更多的钱，其实他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把玩家留在这个游戏里。所以他要利用的点其实也是体育博彩一个比较大的社会性问题，就是它容易成瘾。这个跟赌博很类似。其实吧，最容易让人上瘾的，并不是说你一直赢，而是可以间歇性的、偶尔性的赢。你输的那些时候，每次都是差一点点，几乎马上就快赢了。哎，这种是最让人上瘾。你就比如说你玩老虎机，前2格都对了，就差第3格那一点点就能3连了。或者说你抓娃娃，哎，马上就要成功了，它就掉在那个洞口之前，是吧？就差那一点儿，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让人上头。嘿，我就不信了，可能就跟这个游戏死磕一晚上了。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 near miss effect， 差一丢丢效应。体育博彩很让人上瘾，其实也很类似。你每次那个球嘣打门框上了，差一点点就进了，差一点点就怎么样了？你这个肾上腺素、多巴胺什么什么一下就起来了。甭管你是赌输了还是赌赢了，你可能都会想再来一把。那博彩公司他就在想怎么能刺激你尽量的上瘾，把你留在桌上。哎，通常有这么几个小技巧，一个就是想办法增加更多下注的项目，就是不光赌胜平负，我还可以赌一些比赛当中的细节，进了多少个球啊，哪个球员进了多少个球啊，有多少个角球，多少个红牌等等，来增加你参与下注的频率。再有呢，就是经常会有那种连续输太多的用户，可能你刚刚一注册，一不小心就输了5把，这时候平台他也怕你输不起了，不玩了，赶紧送钱，立刻弹窗，朋友送你100，接着来，你输的越多，他送的越多。当然他送钱也是有一些条件的，比如说你必须要再多玩多少把才行等等。你看这些是不是跟那个网购平台有点像？你逛着逛半天也不买，给你弹个优惠券。再有的方法呢，就是根据你的喜好去不停的给你推送信息，告诉你一些实时的盘口，比赛就要开始了，你不来玩一玩吗？等等方式吧。总之就是想刺激你上瘾，增强用户的粘性。其实这也是体育博彩它合法化的一个弊端。如果你允许这些博彩公司充分的商业化，它从底层上就是要尽量设计去激发人们赌博的瘾，通过实时盘口、手机推送、返现优惠、算法推荐，可能就会让一个原来就是想随便下一注玩一玩的人，变成了一天几10个赌注的一个高频赌徒。好，咱们刚才说了一些什么操纵比赛、假球这些问题，咱回来说一说合法的、台面上的。咱来看看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对于体育博彩、赌球、赌马的态度，也顺便了解一下各个国家的市场行情。首先一类对于体育博彩态度最开放的，几乎就是完全合法、全面拥抱市场化。这里头的一大代表就是英国。英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老牌也是最成熟的体育博彩市场之一。从18世纪开始，英国的贵族圈、军官圈就非常流行赌马，但当时呢，法律上是要求这个赌马只能在比赛现场那个圈内去做押注，出了比赛就不合法了。政府的态度呢，基本上对于那种规模不太大的，就属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战之后呢，英国政府就觉得这个体育博彩它虽然有弊端，但也属于大家合理的消费需求嘛。另一方面，地下赌博太猖獗，所以就出台了著名的1960博彩法。一夜之间，英国的街头出现了上千家那种可以下注的投注站，而10年内这个数字变成了15000家。你现在看线上的那种博彩的 app 网站都已经做得非常完善、非常成熟，大大小小的博彩广告也是到处都是。你就看足球比赛那个 T 恤，一般那个球衣正面不是有个大 logo 吗？那个就叫主赞助商。你就看英超，那是全世界商业化最成功的联赛，20家球队里边有11家那个主赞助商就是体育博彩公司。现在在英国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几个朋友周末聚会，哗拿出手机下一注，哎。
跟英国比较类似，属于这种开放的，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等。但你要是说这个官方体育博彩营收最高的国家，那还得是美国。美国大家赌最多的就不是足球、赛马了，而是美式橄榄球。你就看那个超级碗决赛当天，合法的下注量会超过10亿美元，非法渠道要是全加起来，可能就超过100亿了。但你知道吗？美国其实不像英国，早早的就把体育博彩合法化了。它在2018年之前，大部分地区都是完全禁止体育博彩的。1992年的时候，美国出台了一个叫 PASPA 法案，全美范围禁止体育博彩，就内华达州例外。为什么内华达州这么特殊呢？因为它有拉斯维加斯。经过了之前半个世纪体育博彩的发展，拉斯维加斯已经可以说是非常发达、非常成熟，而且还交特别多的税。对于内华达州呢，联邦政府它有点不敢禁止。所以当时美国基本的情况就是全美哪儿都不能赌球，只有拉斯维加斯可以。那其他州就不爽了呀，凭什么就拉斯维加斯可以？它能发展体育博彩，能收那么多的税，我们就不行，这不就是歧视吗？所以新泽西州从2012年开始向各级法院上诉，一直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说那个什么 PASPA 长得跟 pasta 似的，对我们这些州都不公平。最终在2018年的5月，美国最高法院判定 PASPA 违宪，把应不应该允许体育博彩的这个权利又交还给了各个州的手上。2018年也成了一个美国体育博彩的元年。没想到吧，体育博彩它也有元年。之后呢，就开始井喷式的发展，到现在呢，已经有超过38个州把体育博彩给合法化了。那法律一旦开了绿灯，像什么 NFL、NBA 对于赌球的态度，一下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哎，体育博彩好啊，我们支持。所以你现在看比赛转播的中间，已经充满了各种体育博彩广告。美国的市场规模也从2017年几乎没有，一下膨胀到了全球最高。这个美国市场其实在禁止体育博彩这些年，壮大起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擦边产业。我估计在美国待过的朋友可能都有所耳闻，它叫做幻想体育 （Fantasy Sports）。它在美国的年轻人、学生圈可以说是非常流行，每年大概都有4、5千万的人参与。这其实就是个赌球的擦边产业。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两句。它其实很像一个游戏，就比如说最常见的美式橄榄球，你可以根据现实世界的球员去自己组建一个球队，然后每周呢就会根据真实世界里头这些球员在 NFL 比赛里的表现情况换算成一个积分，给它加总，就会变成你幻想的这个球队这一轮的总分，然后最后大家比谁幻想出来的这个球队分高，是吧？有点像一个真实世界版的橄榄球队经理的游戏。但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赌钱，你是需要有投注的。如果你幻想出来的这个球队表现特别好，你是可以赢很多钱的。这个在美国是非常流行的。我当时就听人说 Fantasy Football， 我以为是个什么电子游戏呢，没想到是真玩钱的。这个形式为什么说它擦边呢？因为之前美国法案里禁止的是说这个赌博是基于比赛的结果，但幻想体育它没有基于比赛的结果呀，我就是根据球员的表现算积分啊。然后法律还要求说你这个游戏不能基于运气，必须得是基于技术。然后大多数州就表示了，这个幻想体育它就是一个基于技能的游戏，就有点像技能五子棋。反正就是通过各种解释绕过了法律，就这么存在了。这个幻想体育领域也出现了2大巨头 DraftKings 和 FanDuel， 它俩其实也是现在世界明面上营收最高的2家体育博彩公司。注意像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对于体育博彩比较开放的国家，其实它都伴随着非常严格的监管。尤其是英国，你拿到牌照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它不是说一个简简单单的平台，大家想怎么赌就怎么赌，就有点像银行有反洗钱的要求，你这个赌博平台也得有 KYC 的责任。这个玩家的钱要是存的太多了，或者赌的太多了，赢得太快了，这些异常的行为，平台都有责任要去详细了解情况。英国最近几年就有好几家博彩平台因为没有尽到这个责任，被罚了上千万英镑。刚才咱说那几个呢，基本上都是全面合法的国家地区，但其实更多的呢是部分合法、部分开放。这里头最典型的一个谁呢？就是香港。香港其实是一个体育博彩高度商业化的地区，但是呢，它只有唯一一个合法的体育博彩运营商，就是香港赛马会 HKJC， 它也是香港最大的单一纳税机构。你别看它叫赛马会，但其实它什么都管，不光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赛马机构之一，也独家经营香港的体育博彩、六合彩等等。你看，这是它24年的财报，投注额里边有1385亿港元是赛马，而有1728亿，超过一半都是足球博彩，还有一小部分是六合彩。总收入呢是438亿港元，这里头有73%，也就是大概3/4都回馈香港，用于教育、医院、文化设施建设等等。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一家垄断回馈政府的模式。新加坡其实跟香港也挺像的，它是由新加坡博彩公司来专营体育博彩的业务。说到这儿我想再说说这个赛马，它其实跟一般的体育都不一样，因为它更接近一种围绕着博彩而设计的生意。
你知道吗？现代的体育博彩其实可以说是起源于赛马，后来呢，这个规模慢慢被足球反超了，但是赌马规模还是非常大，全球的投注额大概有1000亿美元一年。你像其他运动的大型赛事，什么 NBA、NFL、世界杯，我们如果非常粗线条的来说，他们最主要的 KPI 其实是收视率，因为收视率有多少人看，决定了你有多少广告收入，而广告收入是他们营收的大头。赛马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的 KPI 就是这个博彩的盘子有多大，很多赛马赛事的那个奖金都是从博彩的盘口里抽出来，博彩才是它商业化的核心。所以其他运动呢是靠有更多人看来赚钱，而赛马它是靠有更多人赌来赚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哈，其实现场非常大的一个娱乐点就在于下注，投注区甚至比看台还热闹。一般的比赛是在那讲解这个比赛，但是赛马呢就有很多的解释，在给你讲怎么看盘口啊，什么叫赔率，什么买连赢等等，就在那给你讲怎么赌。这个赛马它为什么这么适合赌呢？首先它特别容易理解，你看什么棒球、橄榄球，这个球那个球，可能那个规则非常复杂，七七八八，你想要学明白都得学个半天。但是赛马就非常简单了，就看谁跑得快。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这个非常关键。博彩呢，它其实需要更高的不确定性。你就看为什么足球它赌球的市场那么发达，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每场的进球数少，所以它爆冷的概率就更高。要是老是都是强队赢，你老让博尔特参赛，一跑一个第一，一跑一个第一，那还有什么赌头？从博彩的角度看呢，它就没什么意思，那就没有什么市场。而赛马它不稳定的因素就很多了，它比的不是人，而是马。其实我也说不上来这个马是怎么想的，但经常开始的时候它还在后面呢，突然一下就跟发了疯似的，把所有马都给超了。当然我看的也不多，也不是什么专家，就不跟大家瞎解释了。总之呢，事实就是赛马它爆冷的概率要高得多，马中博尔特他也可能经常输，经常马失前蹄，它作为博彩市场就更有悬念。再有呢，就是这个赛马比赛它还非常的高频刺激，所有体育比赛都非常刺激，但是赛马主办方就把它设置的非常的高频，它不是说1-2个小时就比一场，它是隔一会儿跑一轮，隔一会儿跑一轮，一天下来能比10几场，大家就能更高频的下注，激动10几次。所以说啊，赛马可以说是跟博彩绑定最紧的一个项目。好，咱们再来看看中国大陆，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体育博彩部分合法化的例子。中国大陆唯一合法的类似体育博彩的形式就是体育彩票，任何其他形式的赌球、私人运营的体育博彩都是非法的。我也再声明一下，相信大家也都清楚。体育彩票这个名字说实在的有点误导人，它其实不一定非得是跟体育相关的博彩，而是体育总局发行的，为了发展体育事业筹集资金而发的彩票。它有足球彩票、篮球彩票，也有那种超级大乐透，就赚那个球，这些都叫体育彩票。我看了一眼体彩的那个营收，直接跟体育相关的，一年的销量大概是3000亿，其中绝大多数2000多亿都是足彩。这个足球彩票本质上跟海外的足球博彩是非常类似的。不过这个体育彩票呢，它跟那种私营的体育博彩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返奖率。什么叫返奖率呢？简单粗暴的解释，就是所有玩家投注下来的钱，这里边有多少是拿给玩家当奖金的。就比如说咱俩假设私底下赌谁输了就给对方100块钱，那这样呢，作为咱俩这个整体，其实不管谁赢谁输，资金池子是没有流失的。也就是说，这个返奖率是100%。这个返奖率越低，就说明中介机构、平台从中间抽水抽的越多。像欧美那些比较大型的博彩机构，他们的返奖率一般在90%左右。而这个体育彩票呢，因为它是公益性质的嘛，为的是发展体育事业，也不是为了发展体育博彩事业。同时呢，它还垄断，这就导致它不会像那些大型博彩公司一样去卷赔率，所以这个返奖率就会显著的低很多。一般呢，只有65%到75%。这点对于参与的玩家来说还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大家可以心里有个数。OK。总之呢，像体育彩票、各种彩票，它的核心在于彩票，就不是在于赌球了。我们之后呢找机会可以单聊，这次就先不展开了。其他一些国家呢，像是日本、韩国，也都属于体育博彩部分合法，也都只能由国营机构来运营。日本呢是只允许赛马、赛自行车、赛艇、赛摩托车，再加上一个足球彩票。韩国也类似。最后一类就是全面禁止体育博彩的国家，最典型的就是中东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像沙特、科威特、卡塔尔等等。因为宗教的原因呢，伊斯兰教把赌博列为禁忌行为。都不说赌博，你在这些国家连彩票这种字眼你都是见不到的，甚至你在这打个扑克牌，或者是单纯就预测比分，都不下注不玩钱，你都有可能会被警察抓起来。还有一些呢，东南亚国家，像是泰国、缅甸、柬埔寨，法律上对于体育博彩要么是完全禁止，要么是严格限制，但实际的管制呢，可以说是非常宽松，所以也滋生出来了一个庞大的地下赌球的产业。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这个地下赌球的产业。其实呢，就赌球这个业务本身来看，不管你是地上还是地下，它盈利模式都是非常类似的。只不过呢，合法的博彩公司它要交高额的税，同时合规成本又非常高，所以一些庄家呢，他就转向了地下盘。最常见的地下模式就是熟人局。
一般呢，这个庄家通过熟人介绍、攒局拉大客户来赌球，然后在离岸建一个网站，定期的去更新一下赔率，一般也是跟着一些大型的博彩网站走，服务器可能就放在越南、柬埔寨之类的地方。他们怎么下注呢？一般是通过打电话或者聊天 app， 或者直接面对面。等比赛结束之后，这个庄家一结算，就会找一个所谓的 collector 跑腿收账的人去收钱或者送钱。这些人一般都是那种身材特别魁梧，一看就不好惹的人。在美国呢，一般是被很多意大利黑手党或者是墨西哥的帮派垄断。以前主要是现金的形式现在很多也会用加密货币或者线上交易。这个模式其实非常好理解，但是一般地下赌局它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特点，就是它是信用赌。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在下注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把钱先给到庄家的，等你输了之后，庄家再去找你要账，找你结算。你看这种模式，庄家他其实要承担非常大的信用风险的，就是玩家后来不给钱的风险。那为什么会主流要流行这种形式呢？我作为庄家，我提前让玩家交点保证金，不是更稳妥吗？非也。其实不光是赌球，大部分的地下博彩都是采取这种信用赌的方式。其实这种方式它才是更有利于庄家的。为什么呢？咱们站在庄家的角度来思考一下。你看，信用赌对于玩家来说，我初期没有任何成本，哪怕我手里没钱，我也可以下注。而且你要是输多了想回本，也不需要押金。它其实是更有利于去推动更多人参与的。而很多赌徒呢，他往往又会高估自己的运气，所以信用盘呢，就恰恰利用了这个心理弱点，去吸引更多的赌徒。同时呢，这个地下体育博彩，或者说任何的地下博彩，这个博彩只是它业务的一部分，还有很核心的一部分，其实是一个变相的放贷业务，俗称就是高利贷。你要是输了还不上怎么办？他就会去暴力催收，甚至有黑道介入。你赶紧给我去凑钱、借钱，什么方法都行，反正不能欠我钱。我这个利息可是很高的所以你得赶紧。你看，对吧？庄家他如果是一上来就收保证金，其实是会劝退很多重度赌徒，而且也相当于放弃了很多潜在的高利贷业务。这也是为什么这种信用赌会成为地下博彩的一个核心模式，也是它跟正规博彩平台非常本质的不同。所以你看看，这种地下博彩是非常危险的，各位小心别去。那一般这种地下的玩法，它是怎么传播的呢？最常见的就是金字塔模式，有点类似于传销，层层的代理，一般有一个总盘，总盘下面有大代理，大代理呢管理一批小代理，小代理负责去拉玩家。这个在亚洲非常的常见，很多玩家呢都会慢慢变成代理。然后每一层都是会抽水的，二级代理呢一般抽个1%到3%，一级呢可能会抽到5%到10%，总代理会拿到10%到15%。而这层层的抽水其实都是从赌客手里抽的。你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国内有一个116超级特大网络赌博案，总投注金额有4840亿，就是这种层层代理层层抽水的模式。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拉人的玩法就是你搭建一个和正规博彩公司非常类似的网站或者 app， 通过各种小广告吸引人点进来，人家以为是个正规博彩网站呢，就在里边输入信息下注。这种的网址通常也非常有迷惑性，前面都跟正常网站似的，最后呢可能是个什么.club .xyz .lin 什么都有，你一不小心就进入了个盗版盘子。再有呢就是伪装成其他的业务，比如什么有奖竞猜、线上小游戏这种，你玩着玩这个小游戏呢，猜谁会赢，把你勾进去，大概是这样。这些地下赌场呢，除了放高利贷还有一个非常主要的盈利方式，甚至可以说是范围更广的盈利方式，就是洗钱。他自己赚的钱自己洗呢，肯定是一方面，但因为博彩业务它本身就涉及大量的现金，有大量的资金往来，它也非常适合洗钱，所以很多庄家也会帮其他的犯罪分子去洗钱。洗钱的利润对他们来说，甚至远大于博彩本身带来的利润。比如说有个美国人叫 Owen Hansen，1982年出生在美国加州，后来呢成了南加州大学的橄榄球队员，也成了校队的明星。因为这个结识了大量之后在 NFL 叱咤风云的橄榄球明星，于是呢他就借着他人脉的这个便利，开始做起了地下体育博彩的业务。咱刚才也说了嘛，因为2018年之前在美国赌球是不合法的，他就私底下攒局，因为他本人就跟 NFL 那些明星是哥们儿嘛，自然有很多名人找他去赌球。你就比如说 Paris Hilton， 随着他业务越做越大，他就逐渐成了美国高端赌球圈的一个小名人。他当时呢就把总部设在哥斯达黎加，弄了一栋楼，然后他会在美国境内远程的雇很多狠人去跑腿取钱送钱。要是碰到那种输了钱还不愿意给钱的客户，他呢就会给客户寄他家人的照片，或者是直接给这个客户的家人寄一束花，说你老公该还钱了，去恐吓他。据他说，这招确实是非常管用，来保持他整个现金的流转。说到这儿呢，其实都还属于非法赌球的范畴。但你想他有一个这么庞大的跑腿网络，那送个现金不是捎带手的事儿吗？于是他就捎带手的开始帮各大帮派、黑帮、地下组织等等去洗钱，这个利润也一下就上来了。据他自己说你就送一趟现金，比如说100万的现金，他提成能拿10%，送一下就拿10万美元的回报。之后呢，随着他运输网络越来越广，就有一个客户，神秘的客户给了他一部黑莓手机，这个手机是完全加密的，无法被追踪，而这个客户正是全球最大的毒枭之一。
他就希望 Hansen 可以利用 Hansen 的网络帮他运输毒品，并且洗这个毒品的钱。当时有一次他是怎么把澳大利亚的钱运回美国的呢？我觉得还挺搞笑的。他通过在网上查就发现很多美国人特别喜欢在澳大利亚买那个 UGG 的雪地靴，然后运回美国。于是他就整了一大批 UGG 的雪地靴，然后把现金换成金币，一个鞋底里边放4个金币，就这么一批一批把这些金币都送到美国去了。这里边细节我也不想说太多了毕竟咱也不是那种频道。总之呢 ，Hansen 就从一个非常普通的赌球庄家到洗钱到毒品，虽说都是违法，都是犯罪，但这个严重程度显然是不一样的。他赚的钱也在指数级别的增长。2015年 Hansen 被 FBI 逮捕，2017年被判了21年的监禁。地下赌球它危险的地方在于哪？它其实很容易发现，像洗钱、毒品这些方向，我好像赚起钱来更容易。同时呢，他接触的圈子又有很多这方面的人，他就很容易把业务拓展到这些资金链更庞大，通常来讲也更严重的犯罪活动当中。其实我们纵观这么长的人类历史，很多时候运动它天然就伴随着赌，赌天然就伴随着犯罪，这不是必然但确实是有极高的相关性。这些呢，就是关于体育博彩我想聊的全部内容了。一些非法的部分，我也是尽量避开了所有的细节，希望大家能理解。最后，我想再强调一下，不管你在哪，遵守法律，远离地下博彩。